沪东船厂1周就下水3艘军舰，这些军舰有何来头？为何中国造军舰的效率如此之高？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军舰下水势头十分迅猛，外界称之为下饺子，因此中国也开始得名造舰狂魔。而近日的一则消息正好印证了这点。据南华早报报道，位于中国上海的沪东中华造船厂最近1周内同时有3艘军舰下水，而且3艘军舰的种类并不相同，供应的对象也不一样，分别是中国海军、泰国海军与巴基斯坦海军所定的军舰。专家称，这样的高效率的造舰速度反映了中国在工程管理实力确有高明之处。据悉，中国沪东中华造船厂下水3艘军舰，分别是提供给中国海军的054型巡防舰，提供给巴基斯坦海军的054AP 型巡防舰，提供给泰国海军的071E 综合登陆舰。中国造船厂在年末之际1天就有3艘军舰同时下水，真的是迎来了大丰收。这速度也堪称是下饺子的速度，因此也是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这也预示着中国造船业在近年来所取得的飞快发展，因此这也使得中国的造船技术完全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并彰显出了中国速度。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3艘军舰是怎样的，再一起看看中国造船业的发展。据悉，这3艘军舰中，第1艘还为中国海军提供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其满载排水量4053公吨，全长134公尺，舰首有一具76舰炮，装有 HLJQ38 米波雷达成对空雷达，主武器为32具垂直发射系统，可安装红旗16地对空飞弹、鹰击83次音速反舰飞弹与反潜火箭鱼雷。那么054A 型导弹护卫舰在中国的发展怎样？达到了多少艘？中国为何还要建造054A 型导弹护卫舰？据悉，054A 型导弹护卫舰的外形设计简洁洗练，且适航性与作战能力都优于中国海军过去主力的051型驱逐舰。因054A 型导弹护卫舰自服役以来积极参与国际远航活动、索马里反海盗等，为中国海军累积了可观的远洋操作经验，所以才使得054A 型导弹护卫舰成为中国新一代舰队组成的骨干。目前，中国国内海军已经装备30艘054A 型导弹护卫舰，但是在有如此多的数量后，中国为何还要继续订购054A 导弹护卫舰？原来是由于054A 护卫舰因其具有的独特魅力，所以一直受到中国海军的青睐。加上056A 型导弹护卫舰具有在近海巡航、反潜、护航、护渔的作用，且能与052D、055甚至国产航母奔赴远海执行任务，以此也成为了军舰万金油，具有很强的适配性。虽然其性能无法与055、052D 相比，但是由于056A 型导弹护卫舰具有的优越性，所以才使得中国选择继续建造054A 型导弹护卫舰，以此来满足中国海军发展的需要。其次，第2艘则是提供给巴基斯坦海军的054AP 型导弹护卫舰，也就是054A 型导弹护卫舰的外销型，又被称为图格里尔级。巴基斯坦政府于2017年与沪东造船厂签署购买2艘军舰，3年前又加购2艘。据悉，中国此款054AP 型护卫舰的原型是054A 型导弹护卫舰，长135米，高35米，最大宽度16米，满载排水量4000余吨，采用柴动力4机双桨双舵，最大航速27节，巡航速度18节，续航力4000海里，自给力15天，可扛12级风。054A 型 P 型护卫舰主要的职责就是担负编队反潜或编队的指挥任务，而且还可以单独或者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及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因此，中国此次这艘出口到巴基斯坦的054A 型 P 型护卫舰，也将创造中国在出口型护卫舰上的记录，将是中国迄今为止出口的吨位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水面战斗舰艇，并且还装备了由中船集团自主研发的新型作战管理系统，配备了先进的传感器和武器系统，极大地体现了中国在护卫舰领域超前的研发技术、高超的设计和强大的建造实力。因此也是受到了巴基斯坦海军的青睐，并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第3艘则是泰国海军订购的071型综合登陆舰，该舰排水量25000吨，全长210公尺，全宽28公尺，体型相当大，可搭载8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20辆2栖登陆战车。据相关消息称，该舰单价达到2亿美元。
中国此次的071型综合登陆舰的主要使命是随行立体登陆作战，而其拓展的使命则更为宽泛，如用于低烈度护航、海外撤侨、抢险救灾、医疗救援，乃至于物资运输等等。据悉，中国和泰国在2019年达成了关于071型综合登陆舰的订单，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对外出口大型船坞登陆舰。而在当时引起较大的争议的是，这艘25000吨的巨舰合同金额居然只有1.3亿美元，相比于其他国家大型两栖舰艇动辄5亿美元起步的标准，这就相当于完全是白菜价，因此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本次下水的071A 船坞登陆舰是2011年9月长白山舰下水以来，中国海军建造的第4艘071系列船坞登陆舰，也是中国建造的第2批该型船坞登陆舰的首舰，从而这也标志着中国海军船坞登陆舰数量和两栖兵力投送能力又将进一步增强。因此，中国此次一次性下水3艘军舰，这也突出中国的造船技术在世界也是处于领先地位，才能够达到建造速度如下饺子一般，也创造了不一样的中国速度。根据五角大楼数据，自2015年起，连续6年中国军舰下水总吨位都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在以往是前所未闻的，也使得西方各大学者直呼不科学。而中国造舰效率之所以如此之高，得益于中国在相关产业上的突飞猛进。据克拉克松研究公司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全球造船完工量为4663万载重吨，其中中国造船完成量为2092载重吨，占全球总完工量的44.86%，韩国造船完工量为1497万载重吨，占全球总完工量的32.10%，日本造船完工量为936万载重吨，占全球总完工量的20.07%，这也使得中国成为船舶产量居世界第一的造船大国。而且，据克拉克松研究公司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全球造船新接订单量为7497万载重吨，其中中国造船新接订单量为3824载重吨，占全球总新接订单量的51.01%。韩国造船新接订单量为2986万载重吨，占全球总新接订单量的39.83%。日本造船新接订单量为571万载重吨，占全球总新接订单量的7.62%。这也可以看出，中国的船舶出口量也位居全球第一，完全居于世界领先的水平。加上中国此次成功将054A 型 P 型护卫舰、071型综合登陆舰分别出口到巴基斯坦和泰国，这也将在国际市场上起到示范的作用。相信在未来的国际市场上，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选择中国的军舰，也为中国很好的开拓了市场，打开了销路，这将对于中国未来军舰的出口市场将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随着中国造船业的蓬勃发展，这也将使得中国的军舰速度会形成下饺子的态势，从而可以极大的壮大中国海军的实力，使中国有实力可以与美国一较高下，从而有机会迎头赶上美国。相信中国海军的发展未来可期，